从舞娘到阿根廷总统夫人，艾薇塔·贝隆辛酸曲折、辉煌传奇的一生。说起阿根廷的名人，大家会想到的不就是明星马拉多纳、梅西，清一色球场上的男人吗？有名的女性在阿根廷的历史上只有一个，她的名字叫艾薇塔·贝隆。听到那个脍炙人口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很多人会把她和足球联系起来。每当世界杯阿根廷输了，这首歌就会点燃。有人说这是阿根廷的第二国歌，但这首歌一开始和足球没有任何关系，唱的是艾薇塔·贝隆。她是阿根廷前总统范贝隆的第二任妻子，也是阿根廷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因为悲惨的童年，艾薇塔想成为大人物。艾薇塔出身卑微，母亲胡安娜从事缝纫工作，是一位勤奋善良的阿根廷女性。后来，胡安娜爱上了有妻子的农场主，生了5个孩子。胡安娜天真的以为那个男人会照顾母子，没想到艾薇塔还在襁褓中的时候，父亲就抛弃了这个家。为了养活几个孩子，胡安娜日夜不停的工作。在艾薇塔小时候的记忆中，家里的缝纫机似乎从未间断过，而且她和她的兄弟姐妹因为没有父亲，被同伴欺负，被嘲笑为来历不明的野种。因为家里很穷，艾比的家人不能吃饭，而艾比小时候身体非常虚弱，所以被起了个瘦子的绰号。后来，艾薇塔不负责任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去吊唁，被赶出去，连灵堂都进不去。当时，个性强、刚健、自尊心强的艾薇塔说：“中产阶级是什么？我发誓要成为阿根廷的大人物。”很多人可能认为这只是一个天真少女的胡说八道，但正是这个痛苦的童年经历，让艾薇塔成为一个有权有势、不可欺的阿根廷女人。为了攀登，艾薇塔决定离开家。艾薇塔的母亲开了一家提供饮食的餐厅。有一天，艾薇塔在酒店帮忙，碰巧人气探戈歌手奥古斯丁·马加迪和他的团队来到餐厅吃饭。在一个小镇里，能出人头地的机会微乎其微。艾薇塔觉得这是一个敏捷的摆脱自己命运、成为大人物的机会，于是艾薇塔鼓起勇气，向奥古斯丁·马加迪表达了想演戏的愿望，并以身相许，条件是奥古斯丁·马加迪要带他去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就这样，15岁的艾薇塔拿着奥古斯丁·马加迪给的地址，抱着母亲给的100比索，一个人跳上了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火车。艾薇塔抵达首都后不久，有妻子的奥古斯丁·马加迪残酷的抛弃了他，开弓不回头看剑。既然自己选择了这条路，就算跪着也要走。身无分文的艾薇塔选择继续留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为了生存，也为了心中大人物的目标，立刻摆脱了悲伤，另辟蹊径。艾薇塔整天徘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酒吧、剧院和酒店里，穿梭在各种权贵男人之间，一次次利用身体和爱情把酒吧老板、军官、摄影师和电影导演灌醉在他的石榴裙下。如果是对他的事业有利用价值的男人，艾薇塔绝不会错过。成功是需要代价的，但他心甘情愿为此倾其所有。在这样的暴风雨天气中，艾薇塔遇到了自己的政治伙伴。凭借艾薇塔的天生丽质和不计成本，他很快在摄影师的镜头下风靡阿根廷首都的报刊杂志，很快就为杂志拍封面广告、做主持、演电影。现在的艾薇塔被塞进了阿根廷男人的梦乡，简直成了阿根廷著名的娱乐圈名人。当然，艾薇塔对现状不满意，他还有更大的野心。1943年，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贝隆上校脱颖而出。在一次宴会上，贝隆发表了精彩的演讲。艾薇塔被这个男人演讲的样子和主张的平等、自由、民主的思想所吸引。从那一刻起，他就相信这个男人能救他，领导阿根廷，帮助所有的穷人。艾薇塔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和这个男人结婚，成为妻子。有趣的是，作为上校的贝隆碰巧是丧偶后的孤独单身汉，艾薇塔的个性和才能也很享受，于是原本不合界限的2个人在短暂的交往中开始了恋爱。当时贝隆49岁，艾薇塔25岁。艾薇塔与贝隆上校坠入爱河的消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民中引发热议。
在阿根廷上流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动荡。在上流社会看来，艾薇塔是个贫穷、不择手段的放荡女人，与贝隆的结合无疑是对阿根廷传统当权者的挑衅和破坏。但艾薇塔并不介意这种来自上层社会的冷嘲热讽，除了和贝隆一起游说，她还去了阿根廷基层，参加了各种公益活动，和穷人亲切握手交谈。艾薇塔宣传贝隆主义，掀起了政治风暴。艾薇塔在为贝隆上校拉票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得到了阿根廷国民的赞同和喜爱。阿根廷的公众甚至可以说把他和贝隆视为一体。平等民主是所谓贝隆主义的核心思想。由于阿根廷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一理论当时很受欢迎。艾薇塔拥有女演员和主持人巧妙的振奋人心的能力，到处宣扬贝隆主义，在阿根廷民间和政界掀起了强烈的政治风暴。他没有向中产阶级献媚，而是把重点放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身上。由于社会体制严重不合理，这一群体在艾薇塔的宣传下迅速扩大。贝隆和艾薇塔这对政治情侣的成功大大刺激了阿根廷国内的反对派，再加上阿根廷国内时局动荡，暴动和革命不断发生，于是阿根廷当局把贝隆送进了监狱。贝隆被关进监狱时非常沮丧，身心疲惫，想放弃斗争。多亏艾薇塔对贝隆的鼓励，他恢复了从政坛回来的信心。同时，艾薇塔不断的四处游说，揭示自己的伤痕，用自己黑暗悲惨的过去感动人们说，只有监狱里的贝隆才能让他们摆脱贫困，获得幸福。很明显，艾薇塔的演讲感染了很多没有工作而情绪低落的阿根廷平民。全国各地爆发了示威，要求释放贝隆。政府迫于压力无奈服从。贝隆获释后的第一句话是感谢艾薇塔，感谢人民。艾薇塔实现了伟大人物的梦想，成为阿根廷第一夫人。1945年，贝隆向艾薇塔求婚成功。第二年，在贝隆夫妇力推的民主氛围中，贝隆正式当选阿根廷总统。艾薇塔当然也成为了第一夫人。那一年，艾薇塔27岁，被鄙视抛弃的舞者，如今成了权倾朝野的贝隆夫人。而当时被赶出葬礼的少女，如今站在阿根廷的最高位置。尽管达到了曾经的目标，这位第一夫人还是不休息。她在工厂、学校、医院、孤儿院之间奔走，有时比她总统的丈夫还忙，因为自己经历过。艾薇塔知道贫困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知道底层人民受到的不公平，因为阿根廷的社会保障、救济、劳动待遇、教育水平等问题，艾薇塔忙得不亦乐乎。为了更好的完善这个社会，艾薇塔觉得光有自己的第一夫人身份是不行的，她想更进一步，那就是进入总统官邸，但遭到军方和反对派的强烈反对，他们坚决阻止了这位野心勃勃的女性。作为总统的丈夫无奈地放弃了对艾薇塔的提名，但是艾薇塔并不悲观，她相信自己完全胜任，只是时机未到。于是她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她访问欧洲各国，向世界展示了第一夫人的风采，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崇拜和钦佩。当时媒体把她的这次访问称为彩虹之旅。另外，艾薇塔还获得了贝隆王牌、阿根廷玫瑰、苦难钻石等称号。艾薇塔的这次访问开启了阿根廷的外交新气象，成为阿根廷外交史上引以为豪的一页。但是上天似乎有意为难这个雄心勃勃的女人。当艾薇塔的彩虹之旅进行到一半时，她病了。即使躺在床上，艾薇塔也继续工作，在治疗期间为所有阿根廷女性赢得了投票权。病情好转时，艾薇塔再次参加社会活动，并在各大城市发表了巡回演讲。有一次，她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竟然发表了7次演说。医生们劝她注意休息，她自豪地说，为了穷人燃烧自己的生命。她回答说，1949年1月9日，艾薇塔在剪彩现场晕倒，医生诊断为子宫癌。消息传出后，阿根廷国内引起了很大的恐慌。永远的阿根廷玫瑰艾薇塔·贝隆于1952年7月26日，艾薇塔对丈夫贝隆说，我的一生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流泪。然后对贝隆说，小瘦子走了，后来离开了人世。那年，
艾薇塔33岁。当晚，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播音员哽咽着向全国宣布，艾薇塔·贝隆，国家灵魂、民族精神领袖逝世。巨大的悲伤笼罩了阿根廷全境，阿根廷的生活停止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阿根廷人从四面八方涌向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火车和轮船非常拥挤，很多人长途跋涉了上千公里，只为送走他们心中的玫瑰。丧礼那天，70万人向艾薇塔的棺材表示哀悼，人们反复呼喊着艾薇塔的名字，当场哭得昏厥过去，拼命去亲吻她的玻璃棺材。为了悼念艾薇塔之死，政府宣布全国哀悼，并将拉普拉塔市改名为艾薇塔贝隆市。值得一提的是，失去艾薇塔的贝隆也不再是夸耀阿根廷的贝隆了，他的政权于1955年被推翻，他本人也被驱逐，贝隆主义被人眼热，她是个穷裁缝的私生女，15岁就成为舞女，从高级交际花到总统夫人。艾薇塔短暂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悲欢离合，大起大落。虽然艾薇塔上位的方式有点不择手段，但成为大人物的私心确实存在。但他的所作所为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贫苦大众，为了国家的发展。艾薇塔奉行的贝隆主义为阿根廷今后的经济崩溃埋下了担忧，但人们很爱他。虽然他一生中也有过功绩，但坚定的爱国者的评价对艾薇塔来说是绝对准确的。在贝隆夫人去世60周年之际，女总统克里斯蒂娜发表了阿根廷新版100面额的纸币，上面的肖像画是贝隆夫人。也有人把艾薇塔·贝隆这个短暂的传奇人生拍成了同名音乐剧和电影。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这首广为人知的歌也来自这里，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阿根廷人总是哭，